今日是我大婚的日子，你也敢来挡路，你活腻了是不是？罢了，大喜的日子打发走就行了。这里是2万两银票，自己去医馆抓些药瞧瞧。他的脸上怎么会有我女儿出生时的胎记？20年前我刚生下女儿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块梅花胎记。恭喜夫人，是个奸金。明华，你刚生产完身子虚，快歇会儿，孩子我来照看。二嫂，你是不是报错了？我女儿额头上有块胎记的。什么胎记啊？那是刚出生时沾上的血污，你看错了。看，干净了。那是我刚生产完，昏昏沉沉，竟真现了。可现在，那个梅花胎记竟然出现在一个小乞丐的头上。难道他才是我的亲生骨肉？娘，你发什么愣？一个臭乞丐而已，给点碎银打发了不就行了？拿着银票赶紧滚，别在这晦气。我不要钱，我这就走。等一下，他不能走。既然碰上了，就是缘分，留下他一同赴宴吧。你疯了吧，娘！今日是我的大婚，你让我带个臭乞丐进去，你是嫌我还不够丢人吗？今日这事儿听我的，没得商量。好，好得很。你要带他去，那你就别上我的马车。我这一生性子温和，待人向来留3分体面。如果她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怎么会长成这样一副刻薄恶毒的样子？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苏芷宁。那你几岁了？不知道。这孩子不只是流落在外，连脑子都像受过伤。怎么会这么像？这张脸简直跟我少女时一模一样，反倒是锦瑟这些年越长越像二姐赵碧琴。夫人，宁宁，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福伯，立刻来上房一趟。马上去找城中最好的圣手做滴血验骨，我要最快的结果，一定要在大婚宴席结束前拿到。是夫人，老奴这就去办。饿了？乖，走吧，我带你去用膳。宁宁，你先在这儿吃点糕点，有事叫丫鬟。谢谢夫人，我会很乖的。验骨结果还没出来，我不能在没有证据之前把整场景宴搅翻。哟，你不是喜欢做好人，照顾那个乞丐吗？还来我这里做什么？你把我的主座给了他，那又怎么样？今日是我的大婚，我想让谁做主位，谁就做主位。你既然喜欢跟那个乞丐待在一起，那就只配跟他待在下席。顾锦瑟，你的大婚我掏了10万两黄金，现在连个主桌的位置都不配坐了。明华，今日毕竟是锦瑟的大喜日子，你个当娘的就别让孩子难堪了。再说了，座位不过是个形式，谁坐不是坐？你要是真在意，我给你让开就是，犯不着闹成这样。不许让！这个位置本来就该你坐，在我心里，你早就是我娘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今日索性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。谢明华，我爹临终前亲口说过，等我出阁，顾家一半的商铺地契都该转到我名下。可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拖着不给，怎么？你是想一个人把顾家吞了？不会吧，连亲生女儿的家产都压着不给？谢夫人平时看着那么体面，背地里竟然这么狠。
难怪今日舍得花10万两黄金办大婚，原来花的是女儿应得的那份钱。今日之前，我早就准备好把一切都交给顾景色，可现在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还是个未知数。明华，不是我说你，景色毕竟是你亲生女儿。顾老爷生前既然交代过，这地契早晚都是孩子的，你又何必一直攥着不放？谢明华，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，我爹当年的遗言就是要你在今日把家产交给我？我夫君的确说过，等我女儿出阁，我会把顾氏一半的商铺地契交给她。可问题是，你真的是我女儿吗？明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不想给家产就直说，何必拿这种话来戳孩子的心？景色叫了你20多年娘，你现在翻脸就不认人了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就是啊，养了20多年，突然说不是亲生的，这也太荒唐了。我看就是舍不得商铺，临时找借口呢。谢明华，我说你今日怎么非要带他回来？原来是为了编谎话吞掉我的家产。你接下来是不是还想说那个脏兮兮的傻子才是你亲生女儿？夫人，验骨文书出来了，您的女儿是……夫人，结果出来了。今日各位都在，正好做个见证。我让人做了2份滴血验骨，一份是顾景色和我的，另一份是苏芷宁和我的。我的亲生骨肉到底是谁，马上就能见分晓。谢明华，你疯了！你为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臭几怪，你质疑我？我可是你一手养大的女儿。明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喜的日子，你非要闹成这样？景色可是你亲闺女，你怎么能怀疑她？你这不是寒孩子的心吗？这东西不能看，你今日要是拆了，你和景色的母女情分可就真断了。二嫂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谁紧张了？明华，你这话说的真是伤人心。我这不是替你着急吗？你说你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折腾这些莫须有的事儿，万一查出来没问题，你让景色以后怎么在婆家抬头？我这当嫂子的，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顾家的脸面着想？就是啊，这当娘的确实有点魔怔了，非得在婚宴上闹。赵夫人也是好心，这烂摊子谁看了不头大？够了！如果顾景色真是我的女儿，我会当着全城人的面向她赔罪，给她补偿。可若不是，当年的事儿我自会一查到底。无论是谁在背后搞鬼，我都会让她付出代价。不能看，这都是假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苏芷宁明明有着我女儿出生时的胎记，那胎记我绝不会认错，怎么可能不是？难道真的是我错了？我就说嘛，这世上哪有那么离谱的事儿？自己养了20年的女儿，竟然怀疑不是亲生的，谢夫人这是想钱想疯了吧？为了一个满身污垢的乞丐，在亲生女儿的10万两黄金大婚上闹这一出，这也太过分了，简直是一点脸面都不给孩子留啊！就是啊，瞧瞧顾小姐哭成什么样了，大喜的日子被亲娘当众羞辱，这以后在夫家还怎么抬得起头？真是可怜。明华啊，你看看，你自己瞪大眼睛看清楚，白纸黑字写着呢，锦瑟就是你亲生的。你今日闹这一出，到底图什么呀？非要把好好的婚宴搞得乌烟瘴气，你让死色的心往哪儿放？这孩子得多寒心呐！娘，20多年来，我哪一天不听你的话，哪一天没尽心孝顺你？我把你当成我唯一的依靠，可你呢？你竟然为了一个路边捡来的浑身恶臭的乞丐，当着全城名流的面怀疑我的出身，你怀疑你的亲生女儿。今日是我出阁的日子啊，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天，你却让我成了全城人的笑话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出门，怎么做人？不对劲儿，太不对劲了。苏芷宁额头上那朵梅花胎记，形状、位置，甚至那一抹深浅，都和我女儿出生时一模一样。这世上绝不可能有2块完全相同的胎记。福波，我问你，这份文书从医馆拿出来到送到这里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别人碰过吗？没有，夫人。从我拿到验亲文书到走进这个大门，全程都是我一个人经手送来的，绝没有第2个人碰过。福伯从来不会对我撒谎，可如果文书是真的，那芷宁额头上那个一模一样的梅花胎记又该怎么解释？娘，您看够了没？今日这出闹剧，我可以不计较，
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立刻把这个臭乞丐赶走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这块晦气东西。对不住，夫人，我这就走，我这就走。等一下，谢明华，事到如今你还要护着他？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才是你女儿，他就是个外人。你到底想把我的脸丢到什么时候？锦瑟，今日是你的大婚，是娘一时糊涂，娘跟你赔不是。作为补偿，城中心那座你心心念念的宅邸，我明日就过户到你名下。那他呢？你要是还留着他，那宅邸我也不要。他不能走，芷宁这孩子跟我有缘，既然他无处可去，就让他留在顾府当个粗使丫鬟吧。你疯了，娘！事到如今，燕青文书都摆在眼前了，你居然还要把这个来路不明的东西带回府？你到底是执迷不悟，还是诚心要羞辱我？锦瑟，娘没有别的意思，这孩子无家可归，我只是看他可怜，想给他一口饭吃。不管府里多出谁，你永远都是娘唯一的女儿，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。行，我给你这个面子，但他要是敢在我眼皮底下耍什么花样，或者想偷顾府1分钱，你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！夫人，城中心那座宅邸已经过户给小姐了，另外那5万两银票也已经交到她手中。他说什么了吗？小姐喜出望外，当即就吩咐备了车马，说要带着二夫人和姑爷去外地游玩。这样也好，他们走了，我也能消停一阵子，专心查查当年的真相。夫人，早上好。福伯，你看这孩子，我只是随口浇了一次插花，他就能捧着花瓶在那儿坐一下午。是啊，夫人，苏小姐的确有灵性。从前大小姐可从来坐不住，总想着往二夫人院子里跑。是啊，锦瑟从小就不黏我，她有什么心事，受了委屈，第一个找的永远是赵碧琴。夫人，您喝，昨天的茶太浓了，您皱眉了。今日我少放了茶叶，您尝尝。你记得这么清楚？只要是夫人的事，芷宁都记着。夫人，您又睡不好了吗？这是我刚熬好的安神汤，不苦的，您喝了暖暖身子。这份小心翼翼的真心，锦瑟从未给过我。如果她真的是我的女儿，该有多好。搁在这儿吧，回屋歇息去。哟，乞丐就是乞丐，天生就是当下人干脏活的命。这茶谁沏的？苦成这样，给狗喝呢！对不住，我重新去沏。站住！我房里的地面脏了，你现在就去，跪着给我擦干净，一点灰都不能留。锦瑟，府里有下人，你何必这么难为芷宁？娘，你居然护着她！还有这件衣裳，我要手洗。苏芷宁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洗坏了你这辈子都赔不起。够了，锦瑟。娘，你到底向着谁？我才是你亲生女儿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跟我作对！他就是个乞丐，一个骨子里就带着脏东西、来历不明的野种。你现在对他这么好，供他吃，供他住，小心哪天被他反咬一口，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。锦瑟，你已经20多岁了，别总像个小孩子一样争宠吃醋。芷宁很乖，她威胁不到你。好，你非要护着这个祸害，咱们走着瞧。不见了，怎么会不见了？那是娘留给我最后的遗物。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今日下午你们谁进过我的卧房？夫人，没有您的吩咐，奴婢们绝不敢擅自进您的卧房啊！是啊，夫人，奴婢们一直在外院干活，真的没进去过。福波，带人去搜，把整座宅院翻个底朝天也要给我找出来。是，夫人。哟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丢什么宝贝了？你外祖母留给我的蓝冰珠串丢了。哎呀，那可是个稀罕物件儿。娘，我早就说过吧，这府里除了咱们顾家人，就只有这个小乞丐手脚不干净，肯定是他干的。留这种祸害在身边，迟早出事。现在应验了吧？不会是他，这几个月芷宁什么样我看在眼里，他干不出那种事儿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这是被他那副可怜样给迷了心窍跷。行啊，既然你这么相信他，那咱们就找巡夜的更夫和暗哨对质。福伯，把昨夜守后院和回廊的家丁护院叫来查问巡夜记录。是，夫人。回夫人，昨夜子时3刻，
后廊守卫看到沈姑娘独自往夫人卧房方向去了。芷宁，你告诉我，你昨夜子时3刻去我房里做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去是想给什么给？是去偷宝珠吧？娘，听他在这废什么话呀？他这种人嘴里能有一句实话吗？直接搜，去搜他的屋子。没有偷，芷宁不偷。不偷？那你就让福伯带人进去搜啊！怎么，敢做不敢当？心虚了？福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带人去搜，把那只乞丐的铺盖卷都给我翻个底朝天。夫人，找到了，在沈姑娘睡的那个软枕底下翻出来的。芷宁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你的枕头下面？不是我，夫人，真的不是我拿的，我没有偷。够了！如今人证说你半夜进屋，赃物就在你枕头底下搜出来，你还敢跟我狡辩？你真当我是老糊涂了，可以随便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吗？娘，现在你总算看清他的真面目了吧？乞丐终究是乞丐，骨子里就流着卑贱的血，见了值钱的东西就走不动道。你对他再好又怎么样？你把他当女儿，他把你当摇钱树，这种人手脚不干净，天生就是个贱骨头。这种祸害留在府里，今日敢偷宝珠，明日就敢偷顾家的账房印鉴和商道密信，到时候顾家几十年的家业都要毁在这个野种手里。我这些天真是鬼迷了心窍，竟然真的把她当成了半个女儿。正因为我对她太宽容，才让她起了这种不该有的贪念。你走吧，趁我还没打算送你去官府大牢，离开顾府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夫人，芷宁真的没有。宝珠的事，看在你这段时间的乖巧份上，我不会再追究。福伯，带她回房收拾包袱。娘，你还是太便宜他了。这种手脚不干净的货色，就该直接让他吃牢饭，受皮肉之苦，长长记性。要我说，像他这种人，骨子里就流着贼血，放他走简直是放虎归山。行了，我乏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福伯，打算门马送他回乡下老宅。到此为止就到此为止，发这么大火干什么？夫人，苏姑娘已经打算去送走了。走的时候，那孩子非让老奴把这个交给您。夫人，您最近总是睡不好，总是皱眉头，芷宁没用，只会做这个安神香囊，希望夫人以后能睡得安稳一点，别再难受了。这味道怎么会这么熟悉？这几天我确实睡得比从前安稳了许多，原来根本不是因为身子太乏，而是因为那个孩子，他竟然早就悄悄把这份心意藏在了我的枕头底下。我问你，苏芷宁最近是不是经常进我的卧房？说实话。是的，夫人。沈姑娘前些天一直在房里摆弄草药香料，她还特意私下问过奴婢，说夫人您晚上是不是总失眠，老是睡不踏实。她说想做点香囊帮您安神，但怕您嫌她手笨多事，就想趁您不在，悄悄把东西放好。昨夜子时，奴婢瞧见她进您的卧房，好像也是去放这个香囊的。如果他是去放香囊，那巡夜的人看到的根本证明不了他偷东西。我竟然因为几句含糊的话，把最疼我的孩子赶走了。福伯，你给我过来！去，把昨夜所有守暗哨的人都叫来，仔细盘问，昨晚是怎么回事？后来还有谁进过我的屋子？一个细节都不许漏，快去！是。回夫人，昨夜子时4刻，沈姑娘走后，风灯确实被人掐灭了片刻。小的隐约看到大小姐悄悄进了您的卧房，在妆台前翻找了一阵才离开。顾锦瑟，你竟然敢！福伯，备快马车仗，立刻去苏芷宁的老家，不管多晚，我现在就要去接她回来！快！夫人，山道崎岖难行，您坐稳了。那孩子性子软，肯定没事的。他明明被我冤枉，被我那样绝情的赶走，走的时候最惦记的，居然还是我的身子。福伯，我这心里就像被钝刀子一下一下的割着，我怎么能那么糊涂？我怎么能为了一个顾子死去伤芷宁的心？夫人，咱们现在去接他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大半夜的，你们找谁？我找苏芷宁。大娘，芷宁是在这儿吗？她在不在家？不在，你们来晚了。那丫头前2日就被卖了，
卖给李官家的傻儿子当媳妇儿去了。今日正好是他们拜堂办喜事的日子，你们现在赶过去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喜酒呢。卖了，卖了！他是一个大活人，不是你圈里养的牲口。你知不知道买卖人物是要下大狱充军的？是吗？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沟里，规矩就是法。用了我沈家这么多年的米粮，我供他吃饱穿暖，养了他20年。我把她嫁出去收点聘礼银子，那是天经地义。你一个穿得光鲜亮丽的外乡妇人，管得着我们家的家务事吗？快去李官家！老子花了大把银子把你买回来，进了老子的家门还敢跑？老子告诉你，今日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进了这院子，你就休想活着走出去！住手！哎呦！夫人，乖，别怕，夫人在这儿，夫人来接你回家了，谁也别想再动你一下。我来了。你谁呀？穿得人模狗样的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敢跑来我们家闹事儿，活腻了是不是？我是来带他走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这是强买良家女子，是触犯王法的重罪。现在立刻给我放人，否则官府衙门和带刀捕会马上就到。报官！你们听见没？这妇人说要报官。一看就是城里来的深闺妇人，没见过世面吧？还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。报官，在这儿，哪怕是青天大老爷来了，也得先问问咱们村里的规矩。吵吵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在这方圆几十里，老夫说的话就是规矩，就是王法。人是我们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，他生父都按了手印，收了聘罚，立了文书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跑来我这儿指手画脚？这孩子我今日必须带走。你们买他花了多少聘金？我不跟你们废话，我出10倍赔给你们。拿着这些银票，现在就把人给我放了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。天爷呀，那得好几两银子吧？放人也行，光给银子可不够啊。老夫我那傻儿子正好缺个伴儿，你穿得这么俏，我看你比这傻丫头强多了。想带她走，成啊，那你就得留下来。李正大人好眼光啊！这哪里是来抢人的，这是给李正送福气来的。这城里来的贵妇人就是不一样，可比那个木讷的小木头强100倍。李正，今晚你有福气啦！别过来！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我告诉你们，随行的官差补给随时会到。官差，在这深山老林、穷乡僻壤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。来人，把这2个人都给我关进柴房，别让他们跑了。不许碰他，不许动夫人！你们不能动他，你们不能走开，走开啊！滚开！执念！执念！你想去哪儿呢？不许碰夫人！放开，放开夫人！执念！夫人，手里的家伙扔了，胆敢拒捕者，格杀勿论。斗地正法。大夫，福伯，快马去请城里最好的大夫，救救他！夫人，县衙那边老奴已经差人打点好了，李正一家和那几个动手的凶徒全部被押入死牢，买卖良家，蓄意行凶，证据确凿。县太爷说了，秋后问斩，一个都逃不脱。
谁是这位姑娘的至亲？姑娘失血过多，气血亏竭，必须用同脉至亲的鲜血入药隐形秘术，否则性命难保。我是他堂长辈，大夫，快取我的血，救救他！老夫方才查验过，这姑娘体质极其特殊，乃是极为罕见的九阴玄血之躯。这种脉象100万人中难寻一人，若非完全契合的玄血相融，盲目饮血反会要了他的命。你们家中可有同样体质之人？快，吃了这口气就咽下去了。不可能！人命关天，老夫行医50年，岂会看错？大夫，您看清楚了，他不是普通的寻常血脉吗？那份验亲文书上明明写着他脉象平平，只是普通寻常血。脉按血性之事，绝无差错。老夫敢拿性命担保，他就是九阴玄血。夫人，您保重身子啊！若无同血之人割脉相救，性命堪忧啊！到底有没有能救他的人？大夫，我是。什么？大夫，我便是九阴玄血，取我的血，快！九阴玄血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？顾锦瑟是普通的脉象体质，可苏芷宁却偏偏跟我一样，是极其罕见的九阴之体。芷宁，你撑住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。福伯，你过来。夫人，您刚失了那么多血，先歇息一下。不用，福伯，我告诉你，大婚那天的验亲文书有问题。什么？有人在文书和水碗里动了手脚，想让我亲手推开我的亲生女儿。给我查，我要知道究竟是谁在找死。是，夫人。福爸，你刚才说那份文书除了你，没有第二个人碰过。是，夫人。老奴敢用项上人头担保，从取样到拿文书，全程老奴寸步未离。既然中间没出岔子，那就只能说明文书的源头就烂透了。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，有人买通了医馆的验蛊郎中？去查，给我翻个底朝天，查当时经手验蛊的郎中是谁，学徒是谁，所有接触过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不许漏。我要知道那份假文书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。是。老奴这就去，天亮前给您答复。等等，还有，去请京城退隐的御医陈太医，重新取发滴血再验一次，这一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纰漏。是，夫人，老奴亲自去请陈御医，一定办妥。芷宁，你醒了。夫人，对不住，芷宁，都是夫人不好，我不该怀疑你，不该那样对你。不怪夫人，芷宁没事的，芷宁不疼。哎，这倒是因祸得福的大奇事了。大夫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伤情有变？您快说啊！夫人，根据脉象和颅骨摸诊，这姑娘幼年时后脑曾受过极重的旧创，内有大块淤血，常年压迫心智经络，这就是她反应和智力比常人迟缓迟钝的根源。那现在呢？昨日那一记重击虽然凶险，但也算因祸得福。撞击的力道刚好将那块积压20年的旧淤血震散排出了大半。若是后续配合针灸疏通与名贵南药调理，让她神智彻底恢复如常人，可以说是指日可待。你是说，芷宁能好起来，她能变得和正常姑娘一样聪明伶俐？10之8九能痊愈。芷宁，我的好芷宁，听到了吗？你会好起来的。娘发誓，不，夫人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苦了，再也不会了。芷宁，跟夫人回府吧，
不是当下人，也不是当外人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儿，亲生女儿那样的女儿？我愿意，我愿意跟着夫人。好，好，咱们回家。别怕，芷宁，到家了。以后你就住这间东院采光最好的闺房，还缺什么尽管跟我说。夫人，这里好敞亮。以前那个柴房总是黑乎乎的，还有一股霉味。后厨按调理药膳的方子做，一道菜不能差。我每日亲自过目。这孩子身子太虚，必须一点点好生补回来。是夫人，陈睡衣请来的刑侦医官也已经在偏厅候着了。林夫人，芷宁小姐天资聪颖绝伦，这些账目经义她几乎过目不忘。你看她看账本时的样子，简直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，专注严谨，连蹙眉的形态都分毫不差。是啊，这骨子里的血脉风华真是做不得假的。岁月兜兜转转，终于把真正属于我的女儿还回来了。娘，你疯了吧？你居然背着我把那个乞丐又接回府里来了！他当初怎么偷你宝珠的，你忘了？一个手脚不干净的乞丐，你居然还让他住进正院闺房，甚至让他插手家族账目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说过，芷宁以后就是顾府的人。他是顾府的人，那我算什么？娘，你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连是非黑白都不分了吗？要是让外头达官贵人知道咱们家养了个乞丐，我的脸往哪儿放？娘，你到底听没听见我说话？那个苏芷宁就是个天生的坏人，把她接回来，是不是想看着咱们顾家的家产被他搬空才甘心？锦瑟，你真的以为有些事做了，就永远不会留下蛛丝马迹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昨夜后廊的暗哨已经全招了，那串宝珠到底是谁进屋拿走的？人证言之足足。你确定要让我现在就当着全府下人的面，把那名暗哨叫上来当堂对质吗？行，谢明华，你现在为了个外人这么对我，你以后别后悔。夫人，顺着您给的方向，老奴查到了确凿铁证。当时医馆那份验亲文书确实被人动了手脚。谁干的？那家医馆的一个学徒，老奴查过，他曾在送验的中途借故调换了水碗，而且他的钱庄暗账在前段时间凭空多了一大笔银子。老奴查了那笔银票的底细，虽然经过了几道钱庄洗水，但源头和二房赵碧琴那边脱不了干系。果然是赵碧琴，为了让他自己的亲生女儿霸占顾家产业，他还真是费尽心机，连这种丧尽天良的事都做得出来。夫人，那咱们现在的意思是？陈御医的重新验骨文书出来没？还没。这次为了万无一失，陈御医特意送去了太医院，用内廷秘法比对宗卷，路途有些耽搁。太医院那边说，结果800里加急送回还需要几日，咱们必须得等。好，那就等。只要拿到了那份御笔盖印的文书，就是赵碧琴的死期。快了，真相大白的那天就快到了。夫人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几天后就是顾家老太爷的70大寿了。
在这场寿宴上，我要把所有的债一笔一笔清算干净。林夫人身边那位姑娘使其这般出尘，从前倒不曾见过呀，不清楚。不过能让林夫人亲自携手引入，想来身份非同一般。苏芷宁，你怎么也敢来？顾锦瑟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这么多族中长辈在场，你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了吗？规矩？你跟我讲规矩？娘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今日是祖父的70大寿，族中有头有脸的长辈全在这儿，你竟然把这个乞丐带过来，你是存心想让我难堪，想让全城的人都看我们顾家的笑话是不是？你带他来到底想干什么？这种人就不配踏进顾家正堂。顾锦瑟，你在发什么疯？祖父，您一定要为孙女做主啊！我才是顾家名正言顺的嫡出孙女，是您的亲孙女。可我娘现在走哪儿都带着这个乞丐，弄得满城权贵都在背后笑话我。我娘为了这个外人，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。明华，今日是老夫大寿，我不希望看到顾家闹出家丑笑话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您别听锦瑟胡说，上次的事本就是一场误会。芷宁这孩子心性纯善，绝非恶人。前阵子若不是他舍命救我，我恐怕都没办法站在这儿给您祝寿了。芷宁，给老太爷贺寿。老太爷，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这是晚辈亲手雕琢的寿礼，献给老太爷。亲手雕的？苏芷宁，这儿可是顾府寿宴，大家送的不是前朝字画，就是稀世古玉，你就拿个破木头盒子出来打发谁呢？别又是哪个地摊上捡来的烂木头，这种破烂拿出来也不嫌寒酸丢人。这是你亲手雕的？回老太爷的话，确是晚辈亲手雕琢。谁教你的？这种出刀的力度，这种暗藏回风的收尾手法，到底是谁教你的？回老太爷，未曾有人教过我，只是幼时在乡野，心中烦闷迷茫时，便喜欢捡些枯木废料，用刻刀胡乱雕琢，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。这独特的行刀走线，这种隐蔽的断刀回锋，外人绝不可能学会。这是志远生前最引以为傲的独门雕工，难道这就是血脉传承？好，雕得极好，好孩子，这份寿礼，老夫打心眼里喜欢。好孩子，老夫不能白收你的礼，这枚随了老夫几十年的家传扳指，今日便赏给你了。祖父，那扳指可是您当年亲口答应要留给我当出阁嫁妆的，您怎么能随随便便赏给一个乞丐？我不一块还给我！景色，休得胡闹！您第一次来府里赴宴，这是老夫给他的见面赏赐。至于你的嫁妆，回头老夫自会从库房挑更好的补给你。不行，我就要这个。这扳指是咱们顾家的传承信物，凭什么给他一个外人？祖父骗人！你以前明明答应过我的，现在为了个半路杀出来的野丫头你就反悔，我讨厌你们！顾大小姐也太缺乏教养了，当着全城长辈的面如此撒泼。就是，平日里骄纵坏了，这种大寿场合竟然连亲祖父的台阶都不给下。够了！看看你现在成何体统！20多岁已为人父的人了。在座的都是你的叔伯长辈，你连最基本的尊卑规矩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吗？
再看看人家芷宁，从进门到现在不卑不亢，温婉识大体，比你强上100倍，简直把顾家的脸面都丢尽了。好啊，祖父夸你懂事，夸你手艺精绝，你不是挺能耐的吗？那不知你会不会饮酒？若是连一点酒都不会喝，往后如何在咱们高门富贵圈子里走动？不会的话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今日便亲自教教你规矩。够了，顾景色，瞪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今日是老太爷的70大寿，不是你任性撒野的后花园。娘，你为了他，竟然当着全族长辈的面这般刁难我，你让我以后在夫家和名门里如何抬得起头来？羞辱你，我是在教你做人的规矩。这20多年，我倾尽心力请名师教你妇德，教你进退礼仪，可你学到了什么？我除了拔坏狠毒、嫉贤嫉奴、搬弄是非，你身上还有半分世家千金的模样吗？今日当着全城世交的面，你倒是给我说说，我哪一句话冤枉了你？你的教养规矩都被狗吞了吗？顾景色今日真是把脸面丢尽了。放肆！都嫌家丑外扬不够丢人吗？锦瑟，给我滚回席位上去！你要是还想在这寿堂上撒泼，从今往后便休要再认我这个祖父。顾府的大门，你也休想再踏进一步。芷宁，好孩子，过来，坐到老夫身侧来。是。芷宁，听明华说你近来一直在帮着打理商号账目，感觉如何？可还习惯？回祖父的话，晚辈还在向各位管事学习。夫人教了芷宁许多商道规矩与合账之法。商号的具体营生，芷宁也在尽力熟悉。不过前几日晚辈翻阅了临江那处茶山与丝绸商行的合并账契，晚辈斗胆核算了一番，觉得对方要的盘查折银偏高了许多，建议商户应该重新派老账房暗访查验。哦，有点门道。那依你看，对方虚报了多少银两？回祖父，大约虚高了1成半。晚辈特意查阅了对方商行过去3年的出货底册与官府南税文书，发现他们今年的进项大半来自变卖祖产田庄的一次性收益，并非私查主业的实质增长。若按目前的报价强行盘下来，后续主营营生难以支撑本金，对我顾家商脉而言风险极大。这小姑娘好毒辣的眼力，那本假账连老夫手下几个30年的老账房都没瞧出破绽，她竟然一语道破玄机，真是不简单啊！这经商长家的天赋，当真是娘胎里带出来的。明华呀，这孩子了不得，当真了不得。这才跟着你学了多久，竟然一眼就能看破陈年老账里的猫腻。这等经商治家的嗅觉，比外头那些掌柜管事强上10倍。芷宁确实极有慧根，许多商道关节一点即通。父亲，我正打算将名下那处云锦织造坊与3间临街绸缎庄全权交给他打理磨练，让他正式接手商号管事之权。好，大宅门的儿女就该早早历练担当。那几处庄子规模适中，正合他施展拳脚。往后有芷宁在你身边帮衬操庭，老夫也能彻底安心了。我绝不同意！娘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那可是咱们顾家祖传的摇钱树，你竟然随随便便就给一个外来的野丫头去折腾。那我呢？我才是你的亲闺女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？那处云锦织造坊和绸缎砖，当初我第一个想交给的就是你，是我苦口婆心求着你去学着掌管，是你自己嫌弃起早贪夜太辛苦，账目繁琐劳神，当着全族掌柜的面说这种累死人的商铺白送给你都不要。
怎么，你自己弃如敝玉的东西，如今宁愿让它荒废亏损，也不许有真才实学的人去经营打理。这顾大小姐也太蛮横霸道了，自己嫌累不干，还不许能干的人接手，可不是嘛？这不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？就算我不要，那我也绝不能便宜了外人。我已经亲口许诺二婶了，那处织造坊往后交由二婶掌管。二婶，赵碧琴。对啊，二婶也是顾家的长辈，凭什么不让她插手家族商道？这些年她在族中操持了多少？你们倒好，一个个将她防贼一样排挤在外，甚至连账房大门都不许她迈一步。娘，你到底怀的什么自私心肠？做人不能这般刻薄寡恩。孽障！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混账东西，竟然还有脸在老夫面前提那个毒妇！祖父，孙女说错什么了？二婶她本就……你知道什么？你这个有眼无珠的蠢货！你知不知道你爹当年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当年，你二叔二婶利欲熏心，勾结外头的奸商做假账，偷开私印，活生生将顾家的底子掏空了70%。你爹身为长子，为了替他们填补那几百万两的亏筐窟窿，为了保住顾家不被官府抄家灭门，顶风冒雪，没日没夜的在各省商道奔波借贷求人，最后他活生生心力交瘁，猝死在了回京的大道上，暴毙呀！可怜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老夫最引以为傲、最孝顺的嫡长子，是被他们那对狼心狗肺的畜生夫妻活活逼死的。老天爷啊！原来顾大少爷当年英年早逝，竟是这般内幕。二房好狠毒的心肠啊！这顾大小姐当真是不忠不孝到了极点，竟然认贼作父，要把家业拱手送给害死亲爹的仇人。若非老夫顾念顾氏100年门第声誉，顾念同宗同脉骨肉相残会动摇家族根基，当年老夫就该将那对毒妇恶贼告上顺天府大堂，让他们在死牢里抵命。这20年赏他们一口饭吃，已是老夫法外开恩的极限。你如今倒好，竟然为了这对害死你亲生父亲的血海仇人，跑来跟老夫拍桌子争夺家产，你的良心被狗吃干净了吗？那都是陈年旧事了。就算二叔二婶当年一时糊涂犯了错，那也是为了顾家。你们不能抓着这点旧账打压他们一辈子啊！更何况二婶待我才是真心实意的好，反正娘现在眼里只有那个臭乞丐，根本不拿我当亲闺女看到了。那正好，我也不稀罕要你这个娘了。我今日就当着列祖列宗和全城命割袍断义，断绝母女关系。往后我认二婶当娘。这孽障绝对是疯魔了，当众断绝母女情分，这让顾家的门楣往哪儿搁？简直是丧尽天良！生身母亲含辛茹苦养他20年，竟抵不过二夫人几句甜言蜜语的挑唆。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！父亲，大夫，老太爷身子如何了？老太爷这是心脉受了极重的大气，急火攻心，导致心气衰竭，脉象已现悬丝之兆。老人家年事已高，脏腑本就虚弱，今夜乃是生死关头。夫人，好生准备后事吧。老太爷这些年全凭名贵生灵吊着身子，今日被顾景色这一气，生生送进了鬼门关啊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老太爷病危的消息不知被谁走漏了风声，如今全城商贾都在疯传。各大商海钱庄情况如何？几家大钱坊已经出现挤兑之势，各处商铺的供货商也纷纷上门催逼结清银两。更要命的是，族中那几个早有异心的族老和大掌柜已经在私下串联，只怕明早就要在总账房声势逼宫。二嫂，老太爷在榻上生死未卜，你倒是迫不及待地带着景色来总账房抢班夺权了。明华，
话何必说的这般难听？锦瑟毕竟是顾家名正言顺的嫡长血脉，如今老太爷病倒，我们母女不过是挺身而出，替顾家主持大局罢了。各位叔伯长辈、掌柜管事，老太爷如今在内宅生死难料，凶险万分。顾家这么大的百年基业，上百间商号钱庄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绝不能一日没有掌舵之人啊！二夫人所言极是，如今城中各家钱庄都在观望，若无人主事，大局难定啊。锦瑟是顾家名正言顺的嫡系骨肉，也是致远留下的唯一血脉继承人。这种危急存亡之际，理应由他名正言顺站出来，替老太爷和顾家执掌帅印，稳住大局。谁说顾家群龙无首？老太爷尚有一口气在，即便真到了最坏的一步，也轮不到一个昨夜在寿堂上当众割袍断义的逆女来染指顾家大权。谢明华，我就算跟你断绝了母女关系，我也是顾致远的亲闺女。我身上流着顾家的血，我姓顾，我姓顾。这继承顾家产业的大权本就该归我所有。倒是你，这么多年你死死攥着顾家的掌印账册不放，如今又把一个路边捡回来的臭乞丐弄进内宅商号，你到底居心何在？你是不是想勾结那个野种，把顾家的百年基业彻底改姓吞并了？难道真如锦瑟小姐所言，谢夫人另有所图？谢夫人近来给那个外姓姑娘的权柄，确实有些太重了。诸位掌柜长辈，难道不觉得蹊跷吗？我娘平日里何等精明谨慎，为何偏偏对那个坊和绸缎庄拱手相让？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？因为谢明华根本不是什么积德行善，那个苏芷宁身世来历不明，来路不正，藏着见不得光的秘密。身世不明，这怎么可能？谢夫人守节20年，素来清明在外，难道暗地里竟真的？顾锦瑟，你这丧心病狂的孽障，休要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那你敢当着顾家列祖列宗的灵位起誓，说你与那个苏芷宁毫无瓜葛吗？若是没有瓜葛，你凭什么待她比亲闺女还亲，甚至还要将祖传商号交给她打理掌管？依我看，那苏芷宁的来历根本说不清楚，你将她藏在外头10几年，定是藏着见不得人的隐情，所以你才看我这个嫡女百般不顺眼。你千方百计将她接进府里，就是想借她的手，将我爹用命换来的家业全数吞干净。谢夫人，如今老太爷病危，顾家动荡不安，商号确实需要一位血统纯正、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来稳定人心。不错，锦瑟小姐身上流着大少爷的血脉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夫人若是执意要把权柄交给一个身世不明的外姓女子，恐怕整个顾氏宗族与商号都要分崩离析啊！谢明华，我才是顾家唯一的正统继承人。如今祖父卧病，你必须立刻交出掌家印信和所有账册，自己滚出顾府。夫人，陈御医自太医院加急带回的御笔验骨文书到了，老奴已命人护送至门外。怎么不说话了？谢明华，你刚才那副护着乞丐的威风劲儿哪儿去了？看谢夫人这般神态，莫非当真被锦瑟小姐戳中了痛处了？若是真坐实了混淆宗族血脉的丑闻，那顾家的声誉可就彻底扫地了。好，既然今日全族长辈与商号掌柜都在，那这桩20年的公案便当众说个一清二楚。你终于知道怕了，算你识相。谢明华，念在你养了我20年的份上，只要你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交出大印账刻，并且跪下向我与二婶磕头认错，承认是你居心叵测，企图霸占顾家家业，说不定我大发慈悲，还能赏你一口饭。磕头赔罪，凭你也配受得起？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何独头爱戴苏芷宁，甚至怀疑顾锦瑟并非我所亲生？那好，
今日我谢明华便当着顾氏列祖列宗的面，让你们看清楚，究竟什么才是血淋淋的真相。夫人，太医院的文书到了。那是太医院的官印封皮。看这阵仗，难道当真要翻天了？经太医院陈玉一、苏志宁与我谢明华血脉相融，气脉相通，确系亲生母女。同时，经彻查当年卷宗与医馆奸细供词，顾寝瑟大婚当日那份滴血文书，乃是二房暗中买通学徒，在水碗中动了手脚的伪造赃证。以及太医院御笔铁证判定，顾己瑟与我谢明华与亡夫顾志远血脉皆无半分相干。顾锦瑟，你根本不是我们顾家的骨肉。换子，20年前狸猫换子，这简直是我顾氏宗族100年未有的大丑闻。看二夫人这副失魂魄魄的模样，这桩灭门绝步的阴谋，必定是真的了。这绝不可能！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！谢明华，你为了霸占家产不交答应，竟然勾结让外人伪造这种大逆不道的公文来陷害我！我是顾嫡处大小姐，我是你亲生的骨肉啊！明华，你失心疯了不成？当着全族掌柜长辈的面，你编造这等有辱门楣、自绝宗族的鬼话，你到底居心何在？你这是要把逼上绝路，要把顾家的100年清誉彻底毁于一旦啊！鬼话！济世堂那个收了你5000两银票调换水碗的学徒赵三，昨夜已被福伯扭送顺天府大牢，供词画押，铁证如山。银票的钱庄底根与你二房的私印对得严丝合缝，你当真以为你做的那些阴损记事能瞒天过海一辈子？赵碧琴，20年前趁我难产昏迷，你用你自己的亲生女儿换走我的骨肉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万劫不复的下场？我不是，我怎么可能是二房的孩子？我生来就穿金戴银，我住的是雕梁换壁的跨院，我是顾家高高在上的嫡长千金。谢明华，你认错了，我才是千金小姐啊！你不是，你不过是个鸠占鹊巢、偷到了我女儿20年尊贵人生的小偷。我顾家真正的嫡出大小姐是芷宁，是那个被你百般栽赃、万般羞辱，甚至险些被你买凶害死的苦命女孩。还给我！死了他！那是假的，那是你编造出来要逼死我的毒计！不是这样的，娘，你一定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偏心那个下贱的乞丐，所以故意设局要赶我出门。我叫了你20年的娘亲啊，我承还你膝下20年，你怎么能这般铁石心肠？你怎么能这般狠心毁了我的一生？自打迎亲之日你纵马伤人开始，我便屡次给过你回头的机会，我让你向他赔罪，让你安分守己，可你做了什么？你栽赃他盗窃宝珠，将他赶回，甚至在想取他性命。你往日里不是总挂在嘴边，说二婶待你比亲娘还亲，你恨不得认她做生身母亲。如今你如愿以偿了。父亲，您身子尚未痊愈，怎能冒着贫寒亲自下榻到这儿来？父亲，您大病初愈，脉息尚未平复，怎能受这等风寒劳顿？老夫早就说过，二房这一支乃是养在顾家门里的祸根，留着你们就是给顾家的咽喉上架了一把刀。做梦也未曾料到，你们的心肠竟然能歹毒，狸猫换太子。这种丧尽天良、断子绝孙的阴损毒计，你们竟也敢做！父亲，我知错了，当年是一时糊涂，被猪油蒙了心窍啊！求求父亲看在儿媳这么多年为顾家操成宗族杂物的份上，饶儿媳一条贱命吧。锦瑟她是无辜的，她从小到大什么都不知道，她一直以为自己就是大房的嫡女，求父亲开恩放她一条生路，千万别把她逐出家门送官啊！祖父饶命啊！
我是您看着长大的锦瑟啊！当年的事情，孙女当真半点不知情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被换过来的。您疼了孙女20多年，不能因为这一张文书就把我20年的情分一笔勾销啊！祖父，求求您别赶我走，锦瑟往后一定乖乖听话。当年换子之事，你或许当真年幼不知情，可顾景瑟，你难道连做人的善恶良知都不知道吗？这些时日，你是如何肆意欺阳、羞辱、陷害芷宁的？你是如何逼迫明华交出大印，觊觎不属于你的权柄家业的？你又是如何与你这个毒妇亲娘里应外合，企图逼宫篡权的？在这间大堂里的每一个族老掌柜，大家长着眼睛看得清清楚楚，休要再拿不知情来当你的遮羞疤了。你骨子里流着跟他一样自私贪婪的血，在这场罪孽里，你一点都不无辜。明华，开中门，请官差入内。将赵碧琴、顾景瑟以及当年所有参与调换骨肉、伪造验亲文书、暗中侵吞顾家家财的恶奴长怪，全部移交顺天府大牢严加查办，以大周律法与顾氏家风从重论处，一个都不许轻饶。赵碧琴、顾喜瑟尔等涉嫌拐带良家骨肉，暗中侵占大笔产业，伪造官府文书。顺天府尹大人有令，将尔等即刻缉拿归案，押入死牢候审。谢明华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就算我不是你亲生的，我也叫了你整整20年的娘啊！我把人生最好的20年都给了顾家，你凭什么毁了我的一生？你凭什么把我送进大牢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这20年是偷来的，而芷宁这20年是被你们母女亲手毁掉的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这20年来，我究竟是造了什么孽，竟然亲手弄丢了自己的骨肉，错把仇人之女视若掌上明珠，反倒让我真正的女儿在泥潭里苦苦挣扎了整整20年。我真该死啊！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为何哭得这般伤心？夫人，您为何这般看着芷宁？可是，芷宁这果子削得不好。芷宁，你不是什么乞丐，更不是那沈家买卖的下人丫头，你是娘怀胎10月生下的亲骨肉，是娘失散了整整20年的亲生闺女啊！娘，这当真是真的吗？芷宁不是没人要的小乞丐吗？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娘对着天地神灵发誓，这一回娘再也不会认错，娘这辈子至死都不放开你的手了。当着顾氏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的面，老夫亲自主持开祠大典，将长子致远的嫡亲骨肉正式迎回宗族，载入族谱大典。自今日起，你复归故姓，单名一个念，念念不忘，岁岁平安。这是我顾氏宗族欠这孩子的血债，自此往后，顾家上下当竭尽全力予以补偿。族中若再有胆敢非议其出身，有半点不敬者，立时革除族籍，乱棍不出家门。奇才，当真是伤到奇才啊！原本那几处亏空濒临官票的云锦制造坊与茶山，在大小姐手中不过1年光景，不仅起死回生，盈利竟翻了整整5倍，成了顾家今年入项最多的摇钱树。何止如此，大小姐开辟的江南漕运新商道，如今已拿下了大半个江浙的丝绸生意，老朽等当真自愧不如。各位掌柜叔伯，如今可还有人觉得我顾念无资格坐在这顾氏总掌事的位子上？致远，念念的爹爹，我带咱们的亲骨肉回来看你了。
志远，你快睁开眼瞧瞧，咱们的亲生闺女，我终于把她平平安安的带回家了。这些年她受尽了人间磨难，但现在她终于回家了。对不起，女儿来得太迟了，您在天上且放宽心，女儿定会替你好生侍奉母亲。念念，这是你亲手雕的？前几日夜里，我总是辗转难眠，心中有千言万语想同素未谋面的爹爹倾诉，提笔却又不知从何写起，便想着亲手雕一件物样送与爹爹当见面礼。雕着雕着，冥冥之中变成了这一朵梅花。你爹生平最爱梅花，他生前常说，做人当如梅花傲雪凌霜。自打他走后，我再未见过世上有任何人能雕出这样古象神韵的梅花，连弧度都与你爹当年分毫不差。血脉这东西，当真是苍天有眼，神明护佑。念念，你爹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你今日这般卓绝坚韧，他一定会在天上以你为傲的。老夫人，全族族老、各大商号总掌柜公推文书以下，全票通过。自即日起，顾念大小姐正式出任顾氏宗族新任当家主兼总商号大掌柜。娘，这些旧物让福伯带人收拾便是，您歇歇身子。最后一日，总要自己亲手交该才算圆满。念念，往后这顾家的万贯家业与宗族兴衰，可就全交到你肩上了。娘，顾家是您守寡操持了整整大半辈子的心血，您当真舍得这般痛快的全部放手交于女儿吗？傻孩子，这有何舍不得的？这偌大的基业，娘本就是替你爹、替你守着的。娘为你操碎了半辈子的心，如今我女儿出落得这般聪慧，娘也该退居后宅，去享享清福了。那女儿亲自送你回家，车马早备在阶下了。你刚接任家主之位，各路掌柜还候着你开总账大议，你忙你的正事要紧。那也不成，天大的商道买卖，也大不过送我娘。念念，这是娘托京城陈书院山长好不容易给你相梦的家婿。陈山长的独子在国子监任职五经博士，年纪轻轻已是一甲进士出身。这位裴景臣谈吐谦逊有礼，脾气晕分和极有涵养，满腹经纶却无半分世故油滑之气，乃是个极踏实本分的谦谦君子。依娘看，你们二人的性子倒是极相称的。时辰这般晚了，你怎么还未回房安息？明日国祖监不是还有清晨的大讲吗？我知道你今夜又要合帐熬夜，特意让后厨炖了阴润的山药老鸭安神汤，趁热饮了，莫要伤了脾胃。更深露重，让府里的小厮在这候着便是，何苦亲自在风口里受冻？我亲自来迎你，你在车上心里能踏实些。老夫人，今日是大小姐的良辰吉日，咱们该高兴才是。我是高兴，看到念念终得良人托付终身，志远在天之灵也该彻底安心了。老夫人，少奶奶腹中的灵子才刚显怀5个多月呢，这些金锁小衣裳备的是不是太早了些？早什么早，我得一件件亲自洗晒熏香收好。我恨不得要添到苏夏最好的吉物，全数给我这小外孙备齐了。娘，这离临盆还有大半年呢，您这般着急忙慌的，屋里都快没处下脚了。你这年轻小辈懂什么？当年娘生你的时候遭人暗算，未能让你好好享福，这回老身一定要把所有的亏欠千倍百倍的替我外孙准备的万无一失。贤婿，莫要再晃了，你这一晃，倒把老身的悬得更高了。岳母，小婿不是慌了，小婿是心疼念念受这等分娩大法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姑爷，大喜啊！少奶奶顺产，诞下一位7斤2两的大胖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老夫人您快瞧瞧，小公子生得这般壮实，眉清目秀的，真正是有大不像的人。生得太像了。贤婿，你快过来瞧瞧，这孩子清秀的眉眼神态，简直和念念刚出生时一模一样。小乖乖，我是外祖母呀。
看来这小公子天生就知道外祖母最疼他，这就认人了。飞啦！蝴蝶飞高了！外祖母快瞧呀！外祖母，蝴蝶飞上树梢了。娘亲说，您幼时在庄子里不仅会抓大蝴蝶，还会爬上高树掏鸟雀。当真有这般厉害吗？那还有假？外祖母幼时可淘气的紧呢，上树捉鸟，下河摸鱼，比你这小皮猴还要利落呢。哇，外祖母真厉害！那我长大了，定要跟外祖母学爬树。娘，您就莫要再由着性子惯他了。就他这无法无天的野性子，回头明日又该闹着要爬后院那棵老槐树了。怕什么？男孩皮实点好。娘，您说，爹爹他在九泉之上，能瞧见今日咱们这恭敬吗？能的，他一定在九重天上，含笑看着我们呢。